大家好，这里是 GH。今天我们更新一下从4月以来新出的食材型宝可梦的产量数据。大家在选择对应的食材宠的时候可以参考。在讲解之前，我还是说一下我的玩法。我的玩法是一个食材宠解决食谱中的一个食材，主要是因为这样更容易应对食谱更新，并且对我的玩法也可以更加灵活。具体的细节可以看往期的节目。选宠的标准是综合考虑帮忙速度、食材几率、食材类型、副技能和性格之后，食材宠的食材产量。具体的我们下边边看边说。在此之前，关于游戏内容的更新，这部分会在之后具体讲下。今天提前说一点，就是8月上旬开放60级之后，玩食材的玩家不论看任何数据或者抓宠，都要看60级的数据了。尽量一开始就把高产量的食材宠选好，不要到30级之后再换相同的食材宠，浪费资源。数据来源还是这个网站，火力设置是每天一觉，火力全体疗愈技能每天触发2次。第一个食材香草，我们还是用第一个食材讲一下每个部分是什么意思。图中的27×3就是当前所有食谱里对香草需求最高的是27个，每天3顿饭就需要81个香草。第二点，为什么要加上帮忙速度？因为平时更多的是达到大师3就可以得到奖励了，要求食材产量的情况更多是开露营券冲击大师20，这个帮忙速度就相当于一张露营券的影响，意思就是在冲分的时候产量是可以达到的。第三点，在当前的副技能和性格下，以前会选出满足食谱3顿饭要求的所有宝可梦，但是现在只会选出满足要求并且是产量前3名的宝可梦。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后期有可能更新食谱，导致部分食材需求量会增加，所以产量没有进前3的就不标出来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60级没有副技能的情况下，只有一只快龙满足要求。增加一个食材概率副技能，我们可以看到有3种情况是满足要求的。前3名有了之后，往后就不再加食材几率了，因为多一个食材几率，这3只宝可梦的产量依然是前3名，只不过是总产量变高了而已。这里再回答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要看这样的图选宠，不直接选 AAA 食材类型的食材宠就可以了。我们拿这个食材来说明一下。正常情况下，蛋肯定是选 AAA 的信使鸟，因为只要一个食材几率就能满足食谱3顿饭的要求了。但是如果有一天抓到了一只闪光的暴雪王，并且是双食材概率的，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过图上的产量之后，依然是可以使用的。再比如我们在舞蹈选玉米熊，但是突然选到了一只3食材概率的 ABC 或者 AAC 食材的熊，看到蛋的食材产量也是可以的。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考虑练到60级。当然升级的过程中也许会找一只30级的蛋宠临时补一下食材，熊在60级之前也会当成长熊或者玉米熊，平时上场睡觉升级。这里再介绍一下选宠的技巧，比如肠，从宠物的角度来说，熊在不同食材组合、不同副技能下，有作为玉米宠、长宠、蛋宠的可能性，所以先选择可能性多的食材宠是一种策略。从地图的角度来说，我们在3岛安然入睡，食材肠就有小火龙和呆火鳄可以选择。
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配合各种活动，加快选宠的进度。接下来的食材大家有想看的就暂停就好，我直接放到最后。